你知道这只手表多少钱吗？它大概7位数。7位数啊，可以付头期款，那个买房子头期款。以前的手工多厉害，以前的手工那个眼睛不知道是怎么用的，我看好像达文西手臂一样。这个零件就很小心，这轴承如果断会穿上。谢谢你啊。本票刚刚有签了吗？对。但我们今天来他的社长的工厂，我们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用这些高级的皮料来做超认真包。你看出这个纸板哈，拿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复杂程度哈。我们刚这个几片，60几片，65片，65片。我跟你讲，我们这一次的这款设计，哈。冷冷的心在心中忽然的开。大家好，欢迎收看《超人少年》。这一集是跟着社长去旅行台北站。你有没有想过，每次我们到台北出差，都要开着车载着器材，浪费2个多的小时，然后开到台北来？你知道我们浪费的是什么吗？时间。我们不只是浪费时间，我们浪费的是碳。我们讲了这么多 ESG， 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用iRun开启社长去旅行台北站。这几年大家拢在讲 ESG， 什么是 ESG 呢？简单来讲，就是优秀经营发展的观念下，企业咧赚钱的时阵，嘛要兼顾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等的议题。生活中咱嘛常常会拄到，像咱今仔日要做的这件代志，嘛是一种 ESG 的表现，迄就是做共享车。共享车的好处呢，除了服务的range甲方便以外，上主要的就是要减能、节能减碳。亲像大家知iRun就是安尼，嘛真适合像我这种爱四界走的人。这届对了实种去旅行，咱专程拢是用iRun共享车。感谢大家，感谢iRun。上车了，朋友。所以这个社长是坐出租车啊？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你觉得如果这个社长哦，他是可以把2战的包包那些不要的军用品，把它裁切下来做成手表的表带，这个算不算是一种 ESG？ 不太确定。那你觉得如果这个社长他一个人可以把60、70年前的老手表一个一个的零件细部分解，重新上油之后重新保养，在我手上还会跑还会动，那这算什么？工作吗？不是，这是一种兴趣。你知道很多台湾人哦，都幻想就日本有一种这种职人工艺的存在，但职人曾经在我们频道上跟大家讲解过了。如果台湾真的有职人存在的话，我觉得这个老板这个小众，他绝对会在我的名单榜上。那前面就是我们台北社长生活圈的第一站永和豆浆。Good morning, my friend. Good morning. 本来想说，你在那边等我。好，这样我发温的。你知道我们频道有很多海外的人在看，台湾的传统早餐里面 CP 值极高又好吃的就是台北的永和豆浆。然后如果你是敢吃辣的人，一定要来一个咸豆浆，咸豆浆加蛋。咸豆浆跟豆浆完全是2个不一样的生物。咸豆浆里面会有油条，会有辣，会有葱。如果看我们频道的人，你来台湾，极力推荐你可以点一个试看看，个人非常喜欢。啊，差不多开店了。开店了。对啊。开店为什么要手表拿出这么大一个手表？年纪大老化。好，开店。开店。哦。请。哇，开店了，朋友们，跟大家简单一下介绍这间店啊。我身边的车友的朋友，然后你有看过我的车的话，我上面的这些小皮件，还有这个包包，哈。就是在这间店。如果你是我们长期的观众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间店怎么好像有点印象。没错，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带着千金去走跳台北的时候，曾经来的一站。但是现在这间店跟之前那间店地址已经是不一样的咯。今天如果你已经是一个重机界的车友，你一定对这个小众非常的不陌生。那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的爱好者，想必你对于这个人应该也有点了解。如果今天刚好你又是一个古董手表、沛纳海，还有各种奇怪机械表的爱好者，你肯定也会认识这个人。但我个人其实在他这边花最多钱的是这个，因为他代理了非常多日本艺术家手工的饰品、银饰。他是一个日银贩卖者。日银贩卖者听起来很变态。好，那开店啦。开店之后我们要干什么？我们擦桌子，保养一下皮件，然后就等客人上门这样。等客人。对啊，等客人。老板，如果等了2个小时没有客人，要不要我去买个便当好了？不然我们去工作室做生煎包啊。做啊，走。这一 James 老板的工厂来了。
你好，你好个屁啊！我刚刚在店里面吗？我们之前拍过了很多不同的社长，有跨国企业的，有做商社的。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台湾在地社长。当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生产线上生产。你知道很多重机械的包包都是由他这个人直接亲手设计、直接打版，然后直接车缝、直接裁，就像你后面。这是要等着出货还是样本？这个算是准备要包货寄送，欠客人的，欠客人，对不对？但是短期库存呢，先寄住在我们这边的。而且里面这些你看就是一个皮料仓库。你知道很多人做什么所谓自己的品牌啊，然后什么自己制作啊，我跟你讲，很多人都是跑到中国大陆，然后去做人家那个打样的半成品，然后过来有没有盖个自己的 logo， 然后就说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品牌，然后都屁。这个包包我们自己做的呢。我们的包包都纯手工制作了，从开始有想法之后就开始试做试版，那每一个包都是一刀一刀这样一个一个做出来。我们不是一个款式做就做量产品，我们是每一个都是一个一个这样做，然后做完之后被别人抄。超小事了，所以大部分车友他也不太喜欢被撞包嘛，所以我们的是做款式非常多，但是每一款都是做一个两个，就一直定期在换。当初会来做包包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市售的包款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些多功能包款的时候，就尽量它的外形是符合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军用质感。这样制作包包的过程其实是蛮复杂，我们必须从最源头的原料来开始拿，因为台湾碰到很大的困境就是台湾的产业在20年前左右就外移，导致生产也都移到外国去了哦。没有了生产就没有供给，所以台湾的这些皮料供应商、布料供应商几乎也都撤走。所以我们在台湾碰到很大的困境是，我们如果想要找好的皮料，我们在台湾要找都几乎很难去的。那你后面这全部是哪来的？对，全部都是从意大利的皮展里面，会定期会去意大利看皮展。那去意大利看完皮之后，我们都必须就是整个货柜把这个皮进进来。那一方面是要保证说我们的皮料在市场上一般人是碰不到相同等级的皮料。像这个是牛颈部的皮，它这个有很漂亮的颈纹。那因为它在意大利那边有做过很重的油蜡加工，所以它这个你稍微折一下，你会发现它这个油的花纹会散布的非常非常漂亮。你就说油花的概念是，我以前看油花的时候，都只有在烧烤店的时候买包包的时候，第一个跟我讲油花的人，其实就是他。你好。那个时候我跟他会认识的原因就是我在他店里面，我们算是客人，然后认识，然后之后我就说，你这包包也卖得太便宜了吧？因为我算是略懂材料，我就说你用的这个皮的等级，然后你卖一个包包才几千块钱，这个在国外应该都卖到要好几万，因为我们常常出国到处跑嘛。国外的一些手工做这种包包的店，那个绝对都是3、5万起跳，但是他卖多少啊？3500、5000，我傻掉，我跟他说你在这会赚钱吗？绝对不可能。你现在看到这满山满谷的，通通都是我们进来的皮料，因为我们要制作一个包，不可能全部都是用牛颈布，因为很硬嘛，所以我们在一个包上面可能会有分散不同的部位，可能会用3到4种部位的皮，然后不同的皮种、不同的软硬度。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牛腹皮，经过那个骨甩加工之后，会把它的纹理甩得比较散，那这个时候它的柔软度就会比较好。所有的皮都已经经过了水洗跟甩的加工，这个时候它呈现的这个纹路就会非常自然，就像我们用很久一样的皮革纹路，那它手感会变得非常柔软。你知道这个大概多厚吗？3 mm 啊！你知道3 mm 的皮多难切吗？3 mm 的皮比3 mm 的铁板，你要割得漂亮，跟割包皮不太一样。你知道包皮大概多厚啊？好，先来讲一下。看吧，它太小了。3 mm 的牛皮不简单，这外科医师来也没这么好割。但我们今天来他的社长的工厂，我们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用这些高级的皮料来做超认真包。身为一个在制造业走跳的我，用快速的方式跟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做包包。你现在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完成品的包包，它其实是经过非常多复杂的裁缝啊、裁切啊的很多步骤的。那这个由来是怎么来的呢？一开始会有一个设计师，所以他会画出一个大概的样子，然后之后进到解构。像这个挑战者的包包，好，你知道它要经过多少的纸板吗？像这样子，也就是说，在做一个包包之前，像是衣服打版，或者是像是很多的制造上面，我们都会先做一个版型。所以，当一个布料、一个皮件上面有一个小零件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在这个零件里面找到，不管是刀模还是它裁切出来的纸板。之后呢，就是我们会用这个纸板呢，然后在你的布上面去描，然后描完之后，然后把它裁切下来。所以，光是一片布就是一个原材料，你要怎么样裁切，能够切得漂亮，又同时不会浪费掉太多的布，这个就是一个
已经算是一个老师傅的技术了。所以你看，光是这个包里面，这个有几片啊？大概快60片板了。看60片板了。这从以前你设计的时候，早期是比较贪心的，就是想说我想到我都把它做上去这样。但以前你学服装吗？你有学？不是。你以前是念什么？我念生物化学，主要是因为大学的时候迷上摄影跟手表了，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你就只好自己做。那因为我们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一开始会从很复杂的方式去做，生物化学吧？这生物化学对。那慢慢的又很任性的想把自己想要的功能都全部把它做上去，慢慢的会了解说这个需要简化，那个需要再调整，这样就慢慢再做进化这样。但60个我是觉得是一个它的层次感达到一个很完美平衡的状态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超认真要做一个联手的包包，要让各位观众们都能够平常生活使用、出差工作的随身小包，那我肯定不会做这么复杂的。没啦，因为大包我们做不赢你嘛，我们那种复杂的就交给你原本的你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想一想，因为以我们自己做工程类的人啊，或者是我们频道的观众，我猜啦，如果要复杂的包包就来你店里面买就好。然后如果要用我们出去就是手机、钱包、钥匙、烟，所以这个东西的小纸板我们也准备好了，在这里。你看出这个纸板哈，拿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复杂程度哈，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这个几片，60几片，65片，65片。我跟你讲，我们这一次的这款设计，8片。讲起来这个，但是功能都有啊，功能都有，该有的功能还是有啦，防水也有。因为我觉得重点就是挑到好的材料，然后这个形状的构造好看，小小巧思，不一定要追随年轻的60片。年轻的时候喜欢比较重磅数、比较复杂。好，那我就开始制作吧。就我们在做这个区块，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台湾没有皮件科系嘛，没有任何相关的科系。台湾没有的科系，没有这个科系啊，对啊。那所以我们当时在做这些事情是，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因为30年前有很多日本啊、美国的订单下到台湾来，所以台湾有培养出老的师傅，有一群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技术。那在20年前产业移转到中国去的时候，慢慢的这些师傅就过去了嘛，回来之后就带孙子啊，就也不会再接手了。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接这个东西，就断在这边，它以后不会再有了。因为不会有人再下大量的订单给台湾了嘛，就尤其在传统产业，所以我们现在做晶片。我给大家看一个传产经验的传承，以后看不到了，因为以后就真的没有了。那这个我们在排版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地方，就是纹路，对不对？这个丝有直丝跟横丝，对。那直的延展性跟横的延展性不一样。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包包的受力点是这2点，那我们就要再找一个像这个样子的这个方式，经度纬度嘛。对，经度纬度，对不对？经纬线这样子的松紧度跟这样的松紧度是不同的。我跟你讲，不要看我这样，我以前织过布的。像这个的话，就要这个方式，因为这2片是拉链布，拉链布我们要走横向，它在车的时候才不会卷在一起。对，如果说你如果切直线的话，它车起来会很像那个大肠一样，就是很皱的。刚好这样管，公话不给的。我们大概排版啦，虽然你现在看起来这样排起来耗损是蛮多的，我们是为了让观众看得清楚，对，看得清楚，看得清楚那样。那我们排一个最省料版本，不用了，这样就好了。没有最省料版本，你要直接对这个边呢，紧绷到对边这样子。OK， 我们简单的进到下一个裁切的流程。那我们放上一个加重的物品之后，这个纸板就比较不会移动，然后就可以开始从这边这样一刀一刀把它下来。OK， 我记得你是念台大对不对？嗯，是。台大的刀工这么好啊？台大生化了，我来给你看一下东海大学美术系的刀工。东海大学 ，OK， 试试看，先把学校名字呛出来，试试看，请。没断。有啦，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没有啦，这个重量吓到我。OK， 你以为它粘住了？我以为它粘住了，就是重量这样。各位，我来帮你们一样的纸板，我来帮大家选一个贵一点的材料。我们一样有这个迷彩布板，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牛皮板。家庭代工厂就这样子完成了。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又赔钱了。在地生产，在地制造，台湾在地，够在地吧？在地美食。各位观众，2025年秋马基面秀年随身生煎包，我们再加上一个可爱的袋子，噔，怎么样？听起来第一时间没感受，我跟你讲，那就是没感觉。一种米养百种人嘛，我就知道现在的客户挑嘴，所以我们做了不同的材质，不一样的手机、钱包、钥匙、烟包。
其实我们刚刚在想说大 logo 跟小 logo 到底要选哪一个？用了大 logo 之后放上去，觉得有一种情怀，像七龙珠，有没有觉得？噔噔噔噔噔，哈没有。以后我们就像是那个古代老帮派一样，我们以后就是以这个包包来相认为这个同派系的同道中人。其实我觉得大 logo 配这个布还不错，蛮可爱的。我们另外刚刚切了一个高级的牛皮布嘛，对不对？这个我可能要跟大家承认一下，我觉得这个高级的牛皮布放大的好像就有点怪怪的。是不是改小一点会好一点？小一点还是侧面？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比较好的皮料感觉真的不一样？到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在我们 YouTube 的这个影片下面的这个连结处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可以购买我们这个第一次跟 James 合作的超认真生煎包。这是我们今天的试样版 ，logo 的样子应该我们还会再重新调整一下。好了，那老板那个包包做完了 ，OK， 应该有客人了吧？等了这么久，想要去吃肉粽，这么说好，那我们去吃饭吧，放饭了。大概午餐到前面有一间还蛮不错的肉粽，可以去那边吃看看。好，那个社长，等一下你先下去帮我点肉粽，好，我去找停车位。这种开车的小事就让小弟我来做就好了。好，麻烦你。好，王记府城肉粽，我们为了怕在店里面吃的这段时间刚好有客人上门，我们 lose 掉这些客人，所以我们就决定买回店里面吃。这家还蛮有名的，之前黄仁勋回台湾的时候有来吃过。那一段时间在2-3个月，每天都排大概200公尺的人潮。对，今天不用排队算非常幸运。你说 NVIDIA 的黄仁勋？对 ，AI 教父那样。如果通常我们已经吃完午餐过了1个小时，都还是没有客人来的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就拿表出来擦一擦，保养一下，让心情好一点。这样，待会拿表出来玩玩看。在我们这个等待客人上门的同时呢，其实这个老板还有另外一个嗜好。好，我们今天已经从早上吃完早餐到现在下午4点半，快5点了，还没有客人上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决定我们要来保养老沛纳海，越排越凄凉。他说：“看这些店到底该怎么办了？”这算是这个老板的另外一个嗜好，但是我个人其实也蛮喜欢老表的，因为如果把一个原本不能动的手表重新上油、重新保养之后，变得又可以用，这个也是一种ESG 的概念，而且它又更有故事，戴在手上的时候更有气氛。所以社长带你去旅行台北版，想不到我们要来拆这机械表，重新保养，让它重新回到年轻的生命。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刚回来的这只古董表，这个是6152之一，这个年份差不多是1960年左右，所以里面也是劳力士的机芯，也是劳力士机芯。那这个应该是最末代劳力士交给沛纳海的最后几颗机芯了，在1936年到1956年已经差不多把合约结束了，所以在这个表之后的沛纳海就是都全自制，它就不采用劳力士机芯，它是用的是 Angelus 的8瑞典机芯，结果反而不是自己自制的更值钱，不是自己自制的更，对。沛纳海都是劳力士做的啦，对。应该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里面打开是什么样子吧？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生胶，然后用力的加压，这样就是用它的粘性。OK， 你把它转开看看，要小心哦，它里面有一块防磁铁，要小心哦。我如果把它拆掉了，如果把它拆掉就不是赔偿的问题，是投胎的问题。好好想要怎么？如果我把它处理拆坏了，这个是破坏一个文化的问题了。以前的军用品，它因为在船舶下面它有很大块的铁块嘛，所以它会有很多的磁场影响。尤其沛纳海，它很多是出任务的时候是带磁性炸弹，防磁是非常重要，所以它这边做了一块防磁软铁，就等于是一个磁场龙。想不到吧？这里面打开之后，里面印的是什么呢？看一下这个字，劳力士。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为了这个手表为大家准备了这个根本不是手表等级在用的显微镜，医疗啊、纤维啊，你看材料啊，有没有？哇，这个这么脏呢！哇，它那个宝石里面都卡脏物，你这宝石里面感觉有耳屎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看到沛纳海的上面写什么？劳力士。旁边这个呢，这个红宝盒，它算是抗磨损了，因为红宝石的刚性它比较不会像铜片一下就磨损，比较不会让它这样子在里面摆动，因为虽然这个摆动非常小，但是它其实还是会磨损的。对，所以它宝石塞在那个中间，就是让它比较不会让这个手表的整个公差跟让它的整个稳定性比较高一点。对，它会比较耐用。那我们洗油保养就是把上面这一坨看起来像锈啊、垢的，这都是
80年前的油质。以前手表的润滑油不是像我们现在是用合成的比较高科技的机油，以前用猪油啊、牛油啊。动物油脂的话，久的话就是像结块，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表。这真的蛮脏的，这个对，因为60-70年前，60-70年前从来没有保养过。其实这只手表大家会看到，应该是非常难得，因为它基本上出现在百科全书里面的手表。这个叫做避震，这个型叫做印加百路避震，就是它会出现一个，你有看到这里有一个铜的簧片吗？铜的簧片它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有弹性的铜板，里面这个呢宝石轴心它是浮动的，所以当你碰到震动的时候呢，宝石轴心会弹起来，再弹回去，就跟一般的轴心不太一样。就是当你受到震动撞击，或是你出任务的时候不小心撞到铁板的时候，它会跳起来再弹回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当我们上链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拉开嘛，然后拉开之后我们去上链，对不对？然后之后你就会经过几个大齿轮，1番齿、2番齿轮，对，好，然后3番齿轮，顺着讲，对，4番齿轮这样，对，就是主要是以这个4大颗齿轮，基本上这100多年来没有改变。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整个机械表的结构啊，跟它的动力的原理，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在下面留言，我们再找机会再拍一集给大家看。好，那我们现在今天这个既然没有客人等待的时候，就来清洁保养吧，把这个80年的油垢全部清干净。好，那我们就开始吧。OK。你一定想说为什么我不拆，对不对？你知道这只手表多少钱吗？它大概7位数7位数啊，可以付头期款，那个买房子头期款。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个，我不知道我们频道有没有机会到沛纳海的原厂去做拍摄。他们沛纳海原厂有一本很厚的，就是像它编年史的那种书籍嘛，里面就会出现这只手表。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千年耳垢要怎么千年耳屎。其实手表清洁有很多种方式，就是也是从以前的历史到现在，就是有什么超音波，就是也有一种电动洗表机，你放上去之后它会快速旋转。那我们现在是比较简易式的洗法，这洗完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到原厂保养要这么贵，因为其实蛮麻烦的。那些我们都还可以手捏，然后直接看得到的零件都还好。但你如果是拆那个像油丝啊，那个一个小弹簧，你只要让它不小心把它弄弯，基本上你的这个机芯你就再见了。来试试看。来，这个，小心不要手抖。不，这个洗下，因为刮一道就擦塞。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虽然买不起这种表，但是可以洗它，其实感觉蛮不错的。这个上面铜绿的小宝石，我看到，我们就给它抽起来。要不要在上面留下一个刀痕啊？签个名啊！我在上面签个名好了。你洗这个要抱持一种敬畏之心。有，你看不出来我很敬畏吗？有吗？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以前的打磨有多漂亮。以前他们是用柳条做磨头，慢慢的去磨出很多的铜芯纹。这个纹路叫做日内瓦波纹。那在铜板跟宝石中间，它又做了一个开心套筒。你先不要吵，我现在很专心。我现在怕我手吐到就把它弄坏了。所以有没有？当你如果哪一天真的有心情的时候，在家里买一个蔡司的显微镜，再买一个劳力士的机芯哦，你就每天这样拆，每天这样洗。你常常有一点闲钱哦。可以看它的这甲板的倒角都打得非常漂亮。这只是以前的士兵的军用表而已。以前的手工多厉害，真的非常。以前的手工那个眼睛不知道是怎么用的，我看好像达文西手臂一样。对，慢慢把它化掉。这个零件就很小心，这轴承如果断会穿塞。给大家看一下这东西到底多小。这个棉花棒现在是这么大，你看你现在知道它多小了吧？棉花棒，这很小心，因为这是秒针。那个轴承是比较危险。谢谢你哦。本票刚刚有签了嘛？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油丝有什么不一样。军规油丝跟民用油丝是完全不同的等级。它这个一般的油丝是像蚊香的形状，它这是双层的。你看到它这个油丝先从这边有2段，对不对？走一段之后，然后再到地下室啊，然后再上来。对，它是2层的。它这有什么好处？就是说你在冷热变化的时候，它不会因为冷热的关系，灯壁膨胀，灯壁缩小，它的防撞性会更好。那我们来清洗这个油丝。不要。怕，我会怕。各位，我们不知不觉手表洗完几个零件之后，又到6点晚上要吃饭的时间了，真的蛮辛苦的。这眼睛要很好，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讲，大家千万不要跑来他的这间店里面，然后跟他说我要保养手表，
他是没有在保养手表的，对，只有保养自己的嘛，对。这只是他个人的嗜好跟兴趣而已。我觉得你如果有真的很喜欢手表，有一些想要问的知识或者什么的，你是可以来跟他聊天的啦。但这边没有在保养手表，不过这里有在改装手表，所以其实今天我来啊，其实有一个目的的。这个表带啊，麻烦老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尺寸的表带。每次我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去买一下当地的一个手表当纪念。然后有一年我去德国出差，然后我就觉得说，去德国出差我一定要买一个机械表回来。我们在慕尼黑就找了一间店，然后我就买了当时那个看了一只顺眼的，但因为我觉得它的表带有点俗气，不够好看。有吗？感觉有德国带回来的样子了。表带好了，你看是不是漂亮？现在几点？哎，不可以逆转，不能逆转，不可以逆转，不可以逆转。逆转，因为齿轮是单向，你逆转那个马爪会断掉，所以你过时间之后再顺转，你逆转一下就会全坏掉。不管任何牌子都一样。看这个时间过了就过了哈，过去了哈，过去。5点，又过了。OK， 对到了。好 OK， 现在是不是一个适合吃饭的时间了，老板？台北除了小吃之外，其实也有不错的烧肉餐厅啦，是吗？我还蛮推荐老干杯，要不要试试看？老干杯，干杯是台北的牌子，像你如果讲到火锅鼎王，台中的，干杯就是干杯，台北人对，台北人干杯，真的要走了吗？到现在还没有客人呢，真的就这样就要离开店了吗？那就去吃饭了，不然怎么办？看开店不容易耶，这年头台北开店真的不简单的。不简单。台北老干杯啊！真的是老板跟老板干杯，谢谢老板，谢谢小壮，台北名产。好，各位在我们这个酒酣耳热之后呢，我们准备要回台中了。但是你要记住，就算你今天只要有喝到一点点的酒，你就算开润，这也是等于酒驾的。你现在这个是我当然没喝了，开什么玩笑？出门在外啊，我们是连一滴滴酒都不会碰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社长带你去旅行的台北站啊，这是一种永续旅游的方式啊。所以现在啊，我就要带着大家开到台北车站，我就在iRent在台北还车，然后呢，我就快速的搭了高铁，45分钟、50分钟后回到台中，然后呢，我再打开 APP， 用iRent租一台摩托车，再骑回我家，就是你就可以少了在路上这个许多的风险啊、疲劳啊。所以这种永续旅游加上非常有效率的娱乐方法，就是推荐给大家。需要租车的时候，路上随便租啊；需要还车的时候，到指定的地方马上还。如果到咱补充的时阵这几年iRent伊嘛一直在积极咧扩大经营服务的所在，无人自助租车的模式，咱全台湾拢有车，24点钟拢会当上，又可以当行，循环资源，重复利用。像我这种 YouTuber 爱定定伫外口世界走走，iRent对我真方便，回伫大家上尾啊都有公德心。顺手你就爱甲粪扫摕走，定定听到大家因为伊是共享车，就要好好啊甲伊爱护乌白开车。大家咧做共享车的时阵，嘛爱记得遵守交通规则，为着要让这个共享的交通运具会当发展落去，来带动台湾的青色美好环境。今日来甲这个社长来学伊的配件，佮有阿祖内部的手表保养，咱甲这种老的物件，甲伊整理好好，继续使用。这就是今仔日的优秀主题呀！后一期请你继续收看，对咧社长去旅行。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集《超认真少年》这个礼拜的节目啦。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欢迎你可以订阅或者是分享我们的影片，或者是加入我们的会员来支持我们。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了，拜拜。对了，使用共享汽车，请记得把你的垃圾带走，保持干净，当一个良好的好公民。大家再见，拜拜。这显微镜真的很优质哎，是不是？要不要买一台？有共享显微镜吗？没有，不够永续。请问这个油画跟你做包包的油画那个油画跟一样？一样不是油画吗？一样有油，一样有花。那这可以做出成包包吗？可能会有点味道。